乔布斯说过一句让全世界年轻人都记住的话 ：“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。”很多人听过他最常见的翻译：“求知若渴，虚怀若愚。”听上去很优雅，很对仗，可我总觉得他缺了点什么。真正直白的翻译应该是：保持饥饿，保持愚蠢。为什么要用饥饿和愚蠢这样刺耳的字眼？因为它能一针见血地戳进人心。你仔细想想，一个人只要敢保持饥饿，他就不会停下来；一个人只要承认自己愚蠢，他就有机会继续成长。先说饥饿，我想给你一个最直观的例子：长寿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5年的数据，日本人的平均寿命高达 84.5 岁，稳居全球第一。男性 81.7 岁，女性 87.2 岁。你可能会想，这是不是因为日本医疗太好，或者环境更清新？但其实更关键的一个指标是日本的肥胖率，在发达国家里最低，只有 4.3%。这背后有个简单的逻辑，他们懂得少吃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愿意接受一点点饥饿。我有时会观察身边的人，尤其是中年以后，几乎所有慢性病都和过度满足有关。饭桌上多添的一碗饭，日常里戒不掉的甜点，最后都会算在身体账本上。反而那些吃得少、保持轻盈的人，常常能活得久。日本的社会也流行8分饱文化，不吃撑，不浪费。这看似是一种克制，其实是把饥饿当作健康的守护者。你去看看那些100岁老人，无一不是身材清瘦。哪怕现在流行的轻断食，不过是用科学语言再次证明，保持一点饥饿对人是有好处的。但是，饥饿的意义绝不只在健康，它更是一种心态，一种不满足的姿态。想象一下，一个年轻司机借了几单跑车，5个小时赚了800块，立刻心满意足地收工了。他以为自己今天过得不错，可第二天行情一落千丈，他发现3天都赚不到800，这时才追悔莫及。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那800块，而是你在顺境中是选择继续饥饿，还是选择吃饱躺平。人生的很多陷阱都是吃饱了的陷阱。小富即安的满足往往让人错过了更大的机会。再说愚蠢，我们大多数的失败都和太聪明有关。想一想，你和伴侣吵架，和同事争执，投资亏钱，是不是每一次都是因为你确信自己是对的？聪明让你固执，固执让你吃亏，愚蠢恰恰是另一种智慧。台湾有位传奇人物王永庆，被称为经营之神。但如果你回到他年轻时的起点，他开的小米店，做的事情看起来都挺蠢的，把米洗得干干净净再卖，晒干水分再称，这样一来，他赚的钱比别人少，顾客却觉得他特别实在。很多同行笑他太笨，不会做生意。但偏偏这种笨帮他建立了口碑，最后扩展成台塑帝国。你说这是聪明吗？不是，这是敢把自己放在愚蠢的位置上。聪明人喜欢算小账，结果失去大机会；愚蠢的人肯吃眼前亏，却换来长远信任。同样的例子还有张忠谋。台积电的模式刚出来时，全世界都不理解，大家觉得造晶圆不如自己设计芯片来得高大上。张忠谋却坚持代工，当一个听起来很没面子的角色。多少人怀疑他是不是走错路了，可30年后，全世界高端芯片都要靠台积电。愚蠢的坚持换来了无可取代的地位。这就是愚蠢的真正意义，不是你真的笨，而是你敢承认自己不懂，敢在别人讥笑中坚持。保持饥饿在财富世界里尤其重要。很多人没钱的时候省吃俭用，一旦收入上去了，马上换车、换手机、贷款买房，生活节奏全是立刻吃饱。可是经济不会永远顺风顺水，一旦行业遇冷或者公司裁员，那些在顺境时把胃口撑大的习惯，就会成为最沉重的枷锁。相反，
那些真正能积累财富的人，往往在最好赚的时候依旧保持饥饿。比如台湾大家熟悉的郭台铭，他在鸿海起步阶段，即便拿到大单子，也不是立刻分光利润，而是不断压缩成本，扩大产能。他的逻辑很简单，趁能赚钱时，尽量把子弹存下来，未来才有翻倍的机会。也正是这种饥饿感，让鸿海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不至于掉队。经济学里有个词叫边际效应递减，满足感越强，未来的收益就越小。一个人如果总是让自己保持在7分饱的状态，他就会有动力去追寻更多可能。可一旦你觉得已经够了，未来的增长就被锁死了。所以真正聪明的理财习惯，不是赚多少就花多少，而是强迫自己留下一部分，让生活维持一丝饥饿感，那才是财富积累的根基。再来说愚蠢，我敢打赌，绝大多数夫妻吵架根源只有一个，双方都觉得自己是对的。聪明人喜欢用逻辑赢对方，可婚姻不是辩论赛，最后赢了道理，输了感情。我有个朋友，事业做得不小，但家庭差点破裂。原因是什么？他习惯把公司管理那套带回家，凡事讲理，遇到分歧时寸步不让。后来他老婆忍无可忍，说：“你在公司是老板，但我不是你的员工。”那一刻，他才明白，聪明是毒药。真正的智慧是在该装蠢的时候愿意低头。很多台湾长辈讲过一句话：夫妻不是要分对错，是要分冷暖。有时候你先承认自己也许错了，矛盾就烟消云散。家庭里最可怕的就是2个都想当聪明人的人，反倒是愿意装蠢的那一方守住了幸福。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学习，不少人大学毕业后就停止了学习，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生存技能，剩下的时间只要靠经验混就行。可世界的变化比你想象的快得多。AI、5G， 再到现在的清洁能源转型，一波又一波的新技术，让那些自以为懂的人迅速被淘汰。保持愚蠢，就是承认自己还远远不够。我想到一个国际案例，巴菲特，他被称为股神，但如果你看他日常的习惯，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：80多岁的年纪，他依然每天花上好几个小时读书。他不觉得自己无所不知，相反，他总认为自己可能判断错，所以要不断输入新知识。正是这种愚蠢感，让他在市场上存活了70年，成为投资界少数笑到最后的人。再比如索尼的创始人景深大，随身听刚推出时，很多专家说没人会花钱买一个只能自己听的音乐盒，但景深大坚持了下来。他说：“我可能看错，但我愿意试一次。”别人笑他愚蠢，结果全世界都在腰间挂上了 Walkman。 愚蠢的勇气换来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。所以啊，愚蠢不是真的笨，而是愿意放下姿态去学习，去试错。聪明会让人傲慢，愚蠢才是成长的起点。把视角放大到社会，你会发现同样的规律。为什么日本能在战后短短几十年里从废墟中崛起？因为整个民族保持着饥饿感，他们不敢轻易满足，总觉得自己还差一点。于是丰田搞出了精益生产，不断在细节上改进，哪怕只提升 0.1% 的效率也当成大事。长期累积才有了今天的汽车帝国。再看韩国，三星当年进入半导体领域时，全球都不看好，可他们硬是用饥饿的劲头疯狂投入研发，不断追赶。几十年后，三星成了全球内存和显示面板的霸主。保持饥饿就是保持危机感，而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因为太早吃饱，反而失去了斗志。石油大涨的时候，他们人人享乐，政府花钱大手大脚，可一旦油价下跌，整个国家立刻陷入困境。没有饥饿感就没有未来。企业的成败
也往往取决于能不能保持愚蠢。我们熟悉的施振荣，当年带领红旗走向世界时，并不是想着一开始就做最创新的东西，而是老老实实的从代工代理做起。他提出微笑曲线，强调价值链两端，研发与品牌才是利润高地。这个理论看似简单，甚至有点笨，因为它只是一条曲线而已。但几十年后，这条愚蠢的曲线成了无数企业的战略指南。真正聪明的企业家反而都懂得装蠢。你看张忠谋不争风头，只专注代工；施振荣不急着当世界第一，而是先思考自己能做什么。聪明可能让你一时领先，愚蠢却能帮你活得长久。保持饥饿对个人成长也一样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同学聚会时，有些人毕业10年，样子谈吐都没什么变化，好像停留在原地；另一些人却越活越精彩，知识面更广，眼界更大。区别就在于前者早早觉得够了，后者还在保持饥饿。我记得一位前辈讲过一句话，人一旦满足就开始老了。你可以回想自己什么时候成长最快？是不是都在最不满足的时候？比如刚踏入职场，迫切想证明自己；比如刚创业时，急切想活下来。那时候的饥饿逼着你学习，逼着你成长。可惜很多人一旦小有所成就松懈下来，结果慢慢被淘汰。保持饥饿才是让你永远在成长轨道上的秘诀。保持愚蠢还有一个更深的层次，它其实是智慧的另一种表现。真正的聪明人往往在内心深处都把自己当成愚蠢的人。巴菲特、张忠谋、王永庆，他们都不轻易说我懂了，反而经常说我还需要学习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才会不断进步。而那些表面聪明的人反而是最危险的。他们自信满满，急着证明自己，结果被市场、被生活狠狠打脸。说到底，愚蠢不是弱点，而是一种选择。别人骂你蠢是攻击，但你自己敢承认愚蠢就是开悟。再回到乔布斯那句话 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， 它不是一句漂亮的标语，而是人生最硬核的法则。保持饥饿就是永远不要让自己完全满足，不论是在健康、财富还是学习上，因为一旦满足就会停止。保持愚蠢就是不要轻易觉得自己很聪明，不要急着证明自己，而是承认不足，持续学习。如果你细想，人生所有的遗憾大多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到这2点。太早吃饱，错过了机会；太自以为聪明，撞了南墙。如果你能记住我说的，就能避免很多坑。因为真正聪明的人心里都把自己当愚蠢的学生，真正幸福的人在丰盛时依旧保持一点饥饿感。这就是我今天想告诉你的，保持饥饿，保持愚蠢。它看似是乔布斯的座右铭，其实是每个人一生都要修的2堂课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